许三多借钱为什么不找高成，偏偏要找元朗呢？我要借钱，没问题，我会还的。这个以后再说。可是我要借20万，可以啊。我一定要还。首先，钢七连所有人都知道高成是军长的儿子，许三多就算再傻，他也不会不知道军长的儿子不会太缺钱，可他偏偏找元朗借20万，最终还是战友东凑西凑才凑齐明明找高成很快就能解决的事。许三多为什么大费周折找直属领导元朗借钱呢？首先，大家可别忘了，许三多家里出事之前，刚刚误杀毒贩萌生复原的想法，而元朗为了留住他，自掏腰包给了他1000块钱，还给他放了假。这里我有个猜测，许三多正是拿捏住了元朗的小心思，元朗想要留住他，所以他才会借此机会毫不客气。不过这样分析就把许三多说的有点猴精了。但是反观高成呢，当许三多再次回到702团的时候，钢七连早已整编完成，他一个认识的人都没，最后还是翻墙进去的。好在碰巧遇上了指导员何洪涛，在他的指引下，许三多也再次见到了连长高成。来了，连长，你怎么？不很难看吗？多酷啊！连长，远程引导靠太近了，石头子儿咬了一口。要精确到米吗？这得付点代价。你想一下，许三多连跟高成见一面都这么难，他上哪有高成的联系电话呢？要知道，此时的许三多早已成了兵王，如果有高成的电话，他一定不会违反军规翻墙进去。而许三多又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以他的性格，他不可能主动要别人的联系方式，更别提开口借钱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分析，元朗是许三多的现任领导，就算被拒绝了，顶多就是有点尴尬，但不影响正常上班。可高成可就不一样了，从新兵连开始，高成就是他的连长。高成救赎过他，他也救赎过高成，两人之间就像是待遇被待的关系。而且许三多在高成心里的好兵形象才刚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。简单点说，就是许三多内心深处就是想一直在高成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，他太害怕失去高成，失去这个部队里仅存的安全感。可元朗就不一样了，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是许三多把元朗俘虏了，那种坚韧的劲让元朗第一次就对他印象深刻，所以许三多在他面前根本不需要隐藏。哎，兄弟，我是你的俘虏，这些武器该由你来支配。如果真的在战场上，他们可都是你的战利品。别走的是我真心的漂泊。后来许三多回到大队，得知20万不是元朗自己一个人掏的，大队出了5万，剩下全都是武者出的。元朗可以说是为了许三多把整个大队都搜刮了一遍，可如果不是武者几人说，许三多到最后也不会知道。所以元朗就是 A 大队士期许三多的父亲，而高成是曾经的父亲。如果是你会选哪位父亲开口呢？答案毫无疑问是元朗。许三多不跟高成借钱，不是不信任他，更不是跟他关系不到位，而是以高成那种性格跟他开口借钱就带着一种示弱的感觉。可他在高成面前根本不想示弱，但在元朗面前他不需要逞强，完全是想说什么说什么。这也是为什么元朗气愤的踢走成才，许三多敢找他的对峙的原因。你把他带到这里，看天外有天，再把他不会通就走人了。你抛弃不放弃，你抛弃他了吗？哎，许三多，像你这么说，我抛弃的人多了去了。那不一样，你把他做人的根基都打没了，唯一的一个。重新起跑不是件坏事，许三多。你也承认重新起跑，可你不让他起跑，就是心有成见。许三多，你不出这点说过有点过分了。我知道你是这辈子帮我最多的一个人，比谁都多。别吃这个了。什么一辈子？你才多大一辈子？我牙都酸倒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错了，我就忍不了说出来。最后也说一下大部分观众分析的原因。首先，老 A 就是许三多当时所在的单位，俗话说有困难找组织，这也符合部队流程。再有就是许三多借的这20万里面有5万是 A 大队，也就是公家以应急补助的名义出的，但不说也知道是元朗以自己的名义打的欠条，所以大队出的5万是公款，补助是必须要还的，而剩下的那些属于个人凑的，都说不用三多还，所以找元朗借范围就主要集中在老 A 三多所在的中队。但是许三多如果找高成借，高成肯定也会借，可搞不好高成会发动整个施针营和自己所有的关系来集资，那范围就不是一般大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得激那个？你想看到什么时候？出来，许三多，好吧。
天下大得很，选择也多得很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的人，你就直接跟这里所有的兵说再见。